接住自己的崩溃，才有力气迎接重生。你一直以为崩溃是失败的证明，是你不够好、不够坚强的时刻，是你该隐藏、该压抑、该继续装没事的时候。但你心里某处知道，崩溃从来不是终点，它是裂缝，也是入口，是你脆弱被点亮的地方。有一天夜里，你在房间里做半夜不睡，心里那股哽住的痛翻搅着你，觉得自己疲惫、孤单、无人懂。你尝试挡住泪水，可泪水还是要来，像潮水冲上岸。不管你怎么抵抗，你以为崩溃来了就该阻止，该躲起来，该让自己快快好起来。于是你用笑容掩盖，用工作打发，用夜的忙碌麻痹。但这样做的你，整夜心跳还在，那破碎的地方其实没有被抚触，没有被理解，没有被选择。崩溃是灵魂喊话的声音，他说我好累了，他说我真的受伤了，他说我害怕，我还在这里。他告诉你有些感受不被允许，有些渴望被你遗忘，有些自己被你推得远远。当你真正愿意接住自己的崩溃，不再压回去，不再自责怎么这么脆弱，你给自己一个空间，让那种痛痛的真实铺开来，让慌张、泪水、不安浮上心面。你坐下来，可能不发一语，只是让身体的痛与心里的恐惧被看见。在这样的静止与承接里，你终于对自己说，我这样的我也值得被爱，我这样失控也好，这样疼痛也好，这样迷惘也好，那不是放弃自己，而是你在真实的与自己重聚，你在抛开伪装，让自己的裂缝有光照进来。接住崩溃不是立刻好起来的保证，它不会马上让你看到重生的曙光，但它让你拥有翻盘的力气，让你重建在摔倒后的站立，让你知道，重生不是外在环境的改变，而是你的频率，你的感受，你对自己的接纳与爱。你可能会害怕被看见这样的你，害怕别人会不理解，会离开，会嫌你太重。但当你选择把崩溃拿到光里来，你才开始吸引那些能看见裂缝人愿意陪伴你的人，你才开始创造那样连结与支持的空间。崩溃后，你会渐渐站得更稳，呼吸得更深，心跳得更有节奏。那不是因为你已经无所畏惧，而是因为你学会了承接恐惧，承接失控，承接人性中的碎片。你学会在崩溃里找到自己的光。当你迎着崩溃向自己低语，谢谢你这一路撑着我，对不起我让你这么累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陪你复原。那一刻，重生就已经在你里面流动。接住崩溃，不是终止痛苦，而是你从那痛苦里学会踏出第一步。你从那碎裂处的暗中汲取力量，你从那深夜的泪水中重塑自己的愿景。重生不会在你预期的方式来临，它可能慢慢且隐秘，可能在某个晨曦里你看书时泪光闪现，或在阳光洒进窗帘缝那瞬间你感到心安，
或在你勇敢跟朋友说其实我好难过的那句话之后，世界好像柔软了许多。你接住崩溃，才有力气迎接重生，因为你让自己真正的破碎，又让自己成为那个可以被修补、被呵护、被爱的完整人。愿你在崩溃来临时，给自己一个接住的怀抱。愿你在崩溃之后，看到重生的光。愿你在那裂缝间，找到你的力量，找到你的爱，找到那个一直存在、值得被爱与被重生的你。你越抗拒的感觉，越是显化的钥匙。你或许一直觉得那些害怕、焦虑、不安、怀疑的情绪是不该有的，是你的阻碍，是你必须消灭、遮蔽、压抑的东西。因为别人总说要正向、要乐观、要坚强，好像只有那些好情绪才配得被看见，才配得被实现。但真相是，那些你最抗拒的感觉，正是你愿望中还没被疗愈的那部分，是你灵魂真正需要你去听的声音，是愿望落地之前必经的一扇门。想象有一天你静下来，那个你从来不敢面对的恐惧在月光下浮现，那个你觉得羞愧的心跳，你不够好的声音，却因为你敢面对它而渐渐颤抖消散。你听见自己在说，我怕被拒绝，你怕无法承受，怕失败，怕被看见最不完美的样子，但你仍然让它存在在你里面，让它有空间被你拥抱。你越是让这样的感觉被看见，反而能放松被抵抗的力量。因为光与爱一旦被引进，那些暗的地方就无法一直藏匿。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安好，不是忽然间恐惧就消失，而是你开始知道，我不必再用压抑来维持表面的平静，我不必再逃避那些让我痛的角落，因为那样的逃避，其实是愿望没有落地的原因之一。抗拒是一种耗能的状态，像你把手放在冷水里，却不愿意让另一只手也接触冷水。你一直试着用热水来保护，但那只是一时的温暖，终究还是要面对冷水。因为愿望的门槛就在那冰冷的距离里。你有权利感到恐惧，你有权利感到抗拒，你有权利先不懂，先不看见出口，因为正是这些感受，告诉你什么是真正还没被疗愈的地方，告诉你什么样的信念在你里面还在拖住你，告诉你你的愿望真正要求的是什么样的能量的释放与清理。你越是与这些感觉共处，不再对他们生气，不再责怪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弱点，你内在的防线就越松动，你能量的通道就越被打开，你对显化的阻碍就越少，因为你不再是用否认来维持安全，而是用诚实来建立真实的安全感。愿望不会因为你装作没事就来，它来自你敢让自己真实的那一刻。你勇敢从恐惧去伸出手，去看见自己曾经不敢被看见的部分，去承认那些你抗拒已久的感受，并用爱与接纳把它们拉回你的生命里。那抗拒的感觉，就是显化的钥匙，因为它提示你哪里还没清理，哪里还没准备好，哪里还没让生命有空间呼吸的可能。你越抗拒，越拖延面对它，愿望就越迟疑进入你的生命。
因为宇宙不回应藏者的声音，只回应被允许说出的真实频率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当下次你觉得心里有一块抗拒的阴影时，不要急着把它推开，不要急着说我不能这样，不要急着让自己快乐或安定。你可以先安静下来，让那块阴影被你看见，让那份抗拒被你陪伴，让呼吸流过那颤抖的心跳，让那份没被看见的感受说话。在宁静与诚实中，你会发现那一把钥匙在你手中，那把钥匙能打开你渴望的门，那扇门通向你真正想要的生活，通向你真正想成为的自己。与其假装坚强，不如选择诚实的频率。你常常在别人面前演出那个没有裂痕的自己，在聊天时用笑容遮住心里的重量。你以为这样比较不会被看见，比较不会被拒绝，比较像那个应该的你。在夜里，当你独自一人，心跳像鼓，你会感受到那股想要逃避的渴望，那个怕别人发现你不强大的声音。你会问自己，要是我被看见真实的自己，他们会怎么想？你以为坚强是必备的盾牌，是让你不被伤害的保护伞，是让你可以走过风雨，还能挺直身子的你。但你也知道，经常举着盾牌的你，也渐渐疲惫，肩膀酸痛，呼吸浅薄。你开始忘了轻松是什么感觉。诚实的频率不是放弃坚强，而是在学会让声音出来。你让自己说，我真的好累。让怕失败的声音在你心里共鸣。让我不完美被世界看见。让那些不被赞美、不被认可的部分，也能被你接纳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生命的频率开始放亮，不因为你的装备比别人多，而是因为你开始脆弱，开始展示那个曾被你藏起来的部分，开始让诚实变成你生命中最强大的灵魂之音。你会发现你与人的连结变得不同，不再只是表面的应酬或装作好像一切都很好，而是有人能看见你真正的疲惫，真正的愿望。有人能进入你的故事，而你也敢让人进来。那种连结有种被理解、被温柔的磁场。诚实的频率也会呼唤你对自己更深一点的理解，让你注意那些你习惯忽略的情绪，那些你怕说出口的渴望。你开始听见自己，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？我愿意为了什么停下来？这样的诚实不会让你变得脆弱到无助，恰恰相反，它让你踏实，让你力量从内在长出，让你站在自己内在的真实基础上，去创造愿望。你越能诚实的生活，越能吸引那些与你频率相符的人与事，那些不怕看到你阴暗的人，那些懂得你光亮与阴影共存的人。宇宙也会因为你的真实，开始为你开路。也许你怕别人不理解你，怕他们只看到你脆弱时会走远，你怕你的诚实没有回响，你怕自我揭露后的人生会被批评、被否定、被利用。但你要知道，诚实的频率在意的不是每一个他人的反应，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。你愿意对自己说，我值得被理解，哪怕我没办法像别人那样坚强。渐渐的，你会少一些遮掩，少一些伪装。你会发现每日行为开始对齐你的真实。
你会做那些让你心里微微发热的事，不只是合乎期待，而是源自灵魂的那声是的。诚实的频率也是你显化愿望最快的方式，不是因为用力，而是因为清晰；不是因为完美，而是因为真实；不是因为你假装，而是因为你允许真实的自我被阅读、被回应、被尊重。所以，亲爱的，今天如果你感到疲惫，感到想要隐藏，请允许自己放下伪装，请允许自己诚实，哪怕那诚实只有一小步，哪怕那诚实让你看起来不那么强大，那也没关系，因为真正的显化从来不需要你假装坚强，它只需要你有勇气诚实地展现自己。从那里，愿望与生命才有真正对齐的力量。当你放下完美，宇宙才有空间介入。你也许一直以为要先准备好所有，先把自己拼得像别人眼中的成功模样，先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极致，再让愿望从外面进来。但你心里某处总有一根紧绷的弦，那是你在追求完美时拉得太久、太紧，忘了疲惫也有声音。有一次你熬夜工作，想把报告做到完美无缺，挑每一个字眼，修每一个细节。你以为这样别人会看你，会夸你，会认可你。但当早上第一缕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，你才发现肩膀僵硬，背脊发痛，心里却空洞得像被掏空一样，因为那完美的影子吞噬了你呼吸的空间。你以为放下完美是放弃品质，放弃追求卓越，怕别人说你不够细心，怕你做错，怕你被批评，怕你不被看见，所以你继续用力，你继续追求没有差错、没有失败的自己，你继续压抑那个在背后想睡、想哭、想休息的自己。但真正的显化不是在于你表面的无瑕，而是在你允许自己不完美的那一刻，你给宇宙空间，让奇迹以你没预期的方式进入。因为宇宙从来不是在回应光鲜亮丽的表演，它回应你脆弱、真实、诚实的频率。你开始慢慢察觉，在那些你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好、不能有错误的时刻，你其实在封闭宇宙介入的门户。你让自己被恐惧操控，让焦虑牵着你动，让评判和完美主义在你里面筑起一道墙，挡住灵感，挡住流动，挡住爱。有一天你放下那样的追求，你对自己说，今天我就算做得不完美也没关系。你允许报告有拼贴，有草稿，有错字。你允许生活里的混乱和凌乱。你允许自己稍微迟到。你允许人看见你未打光的那一面。在那样的放下中，你心里的一些裂缝开始被光刺破。你呼吸变得深。你心跳开始有节奏。你开始看到那些你一直想藏起来的缺口，正是你灵魂最真实的地方。那些让你觉得羞愧、觉得不够、觉得丢脸的地方，其实是宇宙可以介入的空白。因为宇宙没有要求你完美，宇宙要的是你真实。它准备了一场对话，但那对话需要你卸下盔甲，先让自己的伤口敞开，先让自己的恐惧有空气，先让毁灭完美的声音被你听见。当你放下完美那一刻，你开始看到世界以你从未设想的方式回应你，可能是一个不按计划的安排，
可能是一场意外的相遇，可能是一句温柔的话语，可能是一段静默的陪伴。这些都不是你控制来的，却在你松手后悄悄发生。你会在某个黎明醒来，发现自己不再为了错字纠结，不再因为对话中一句没说完全感到自责。你不那么紧张明天是不是完美，你开始在不确定中学会安住。这样的你，生命频率开始改变，因为你不再被应该完美的教条牵引，你不再以为错误是不被爱的证明，你开始相信，我做的不完美也可以被爱，我露出破碎的部分也值得被看见，我不需要为了证明还在运转而假装力量。宇宙会在这样的时刻介入，它会让你遇见支持你真实的那个人，让你收到那封没经过精修却打动心的讯息，让机会以你从前不敢想的方式，不经由表面的光鲜亮丽，而是透过诚实与能量进入你生命。你放下完美，不是放弃追求光亮的愿望，而是你让光亮经过裂缝穿进你里面，你让光照进你灵魂最深的地形。那里有你被你忽略的愿望，有你被你藏起的梦想，有你被你压抑的渴望。真正可以成为现实的愿望，是你让自己被光看见的愿望，是你不用遮掩就能承接爱与支持的愿望，是你敢让脆弱且不完美的自己也参与创造那个未来的愿景。亲爱的，当你下次想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样子时，记得停下来，深呼吸，问自己，我是真的这么想，还是因为怕被评价？问自己，如果我此刻露出真实的我，我还值得被爱吗？你或许会害怕被拒绝，或许会怕别人看到你错误的一面，但你要知道，被看见错误不是毁灭，它是敞开可能的那道裂缝，它是让宇宙有地方介入的入口。当你让宇宙进来那些不完美，那些你以为不能让人看见的部分，它们被接住，它们被理解，它们成为你生命里的一部分。美不是瑕疵，而是你的证明，是你真实存在的证明。在你放下完美之后，愿望不再是一个压力，而是一场对话，一段能量的流动，是一个与宇宙共舞的节奏。你与生活共振，而不是对抗。你会学会在错误里微笑，在失败中重新站立，在错过与来不及里还能爱自己，因为你知道那不是你的终点，只是你成为更完整的你时必须穿越的路。放下完美，让宇宙有空间介入，让生命的奇迹有机会来到，让愿望在你真实的频率里落地，在你容许自己的暧昧、不确定、粗糙与不完美里，被爱、被看见、被成全。显化的速度取决于你有多愿意真实。你可能曾经幻想过愿望快快实现的自己，有清晰的蓝图，有完善的计划，有无懈可击的信心，好像只要够努力、够积极，一切就能依光速降临。可是，愿望的速度并不全然来自你外在的行动，它更多的来自你内在真实性的频率，来自你愿意被看见的部分，愿意让人看见你不完美，你的恐惧，你的渴望，你的脆弱，愿意让你内在的所有声音都发生作用。你越是不敢让那个有裂痕的自己显露，越怕被看见错误，怕被拒绝，
怕别人说你不够好。你越用伪装坚强，用表面的成功遮掩内心的空虚，你越是在阻碍愿望的流动。有一次，你在夜里看着天花板，心里那个我没办法完美的声音响得好大。你想把房间打扫干净，想把错过的机会补上，想把自己所有可能的遗憾都避免。你拼命想要光鲜，拼命做笔记，做计划，做更多，好像只要持续往前不错步，愿望就会按你定的时间表来到。但你在那样的夜里，也发现自己疲惫的连呼吸都尖锐。你发现你虽然努力做得对，却越来越难找到自己真正的快乐，越来越难感受生命的柔软与自由。你的感觉像被拉得很紧，像在为一个既定的形象活着，像你逃不开那种我必须无懈可击的压力。那一刻，你开始明白，愿望并不全然取决于你的努力，也不全然取决于外界怎么安排。很多时候，它被卡住的是你不愿意诚实面对的自己，你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你不完美、不堪一击、不确定、不安的那些片刻。你把那些部分藏得远远，连你自己也几乎忘记它们的存在。显化要快，不是因为你能比别人跑得快，而是因为你愿意把自己摊开，让光与暗共同参与这场创造。当你开始说出我其实很怕失败，当你允许自己跌倒、迷路、受伤、无解，当你告诉自己不必修好所有的裂缝才配被爱时，你内在的能量开始松动，开始回到频率里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的等待与拖延，有时是必须的疗愈与整合，是你在内在还没准备好的地方慢慢准备，是你在为愿望落地清理通道，清理遮挡光与能量流动的墙。你越能做你真实的自己，越能带出你内在那个既渴望也怕挫折的你，越能让生命的根在真实里扎得更深，愿望就来得越快，越自然，越像是应该发生的一部分。亲爱的，愿你开始允许自己真实，愿你在每一次面对恐惧、不完美、脆弱的时刻，都说这也是真实的我。愿你知道，显化的速度从来不只看努力与速度，也看你有多少力量去爱那个未曾被看见的自己，有多少勇气去诚实的存在。愿你的愿望来得快，因为你不再为伪装而消耗，而是因为你用真实铺路，让宇宙看到那个整体的你，被理解、被共鸣、被回应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